阿志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了9年，9次年度考核，9次表现优异，9次主管说你是我们最重要的人才。上个月他算了一笔账，9年前他的月薪是3万8，今天是5万6，听起来不错，对吗？然后他算了另一笔账，他的前同事阿杰2年前离开了这家公司，当时的月薪是4万2，阿杰现在的月薪8万5，同样7年的工作经验，差距每个月将近3万块，1年36万，5年180万，还没算上投资报酬。阿志的忠诚让他损失了180万，而他的公司每年用一封你是我们最重要的人才的信，买走了他3万块的薪资差距。欢迎来到财富潜意识，在这里我们不只谈数字，我们剖析人性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要告诉你一个让很多人愤怒，但更多人选择继续忽视的真相。在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的职场里，忠诚是有代价的，而这个代价正在悄悄地摧毁你财务未来。让我们先看真实的数字。根据新加坡 Robert Walters 2026薪资调查，一个留在原公司的员工今年预计的加薪幅度是多少？3%。而一个愿意换工作的人，新雇主愿意给多少？至少6%，很多情况超过10%。有将近1/4的求职者拿到了超过20%的加薪。同样一个人，同样的技能，差别只在于你是他们正在追求的人，还是他们已经拥有的人。香港的情况呢？根据 Ficom 2026年的薪资调查，香港2025年的平均加薪幅度是2.7%，而扣除1.5%的通膨之后，你的实际购买力只增加了1.2%。换句话说，你得到了一个加薪的感觉，但你的实际生活水准几乎没有改变。在台湾，情况更让人沮丧。科技业之外的行业，年均加薪普遍在3%到4%之间，而台湾的通膨率在过去几年持续侵蚀你的薪资购买力。数字说明的是一件事：留下来，你得到的是感觉上的加薪；离开，你得到的是真实的市场价值。为什么公司对新人出手阔绰，却对老员工如此吝啬？答案很残酷，但它是真的。公司招募新人是在和整个市场竞争，他们必须出市场价才能吸引到人。但对于已经在职的你，他们不需要和市场竞争，他们只需要让你觉得离开的风险比留下来更高。公司计算的不是你值多少钱，而是要给你多少才能让你不走。这两个数字不一样，而且每一年你留下来，这个差距就会稍微扩大一点点。在台湾有一个现象叫做薪资压缩，当一个有5年经验的老员工月薪5万，公司却开6万去招聘一个3年经验的新人，因为市场行情就是这样。你发现了，去问主管，主管说预算有限，但你很重要，明年会改善，明年一切照旧。在香港，这个现象在金融业尤其明显，新加入的分析师薪资可能已经超过在职3年的前辈。在新加坡，调查显示56%的公司愿意给新员工至少6%的薪资，但只有69%的公司愿意给现有员工3%。同一间公司对你的评价，由你是否愿意离开来决定。让我们回到阿志和阿杰的故事，把数字算清楚。阿志9年忠诚员工，月薪5万6；阿杰换了2次工作，月薪8万5，每个月差距2万9千元。但这还不是真正的代价。阿志不只是少赚了2万9，他少赚的这2万9，如果投入指数 ETF， 假设年化报酬率7%，5年后多出的差距超过200万，10年后超过480万，20年后超过1400万。阿志付出了什么，才换来这个结果？他付出了忠诚，他付出了稳定，他付出了主管的一句“你是我们最重要的人才”。这些东西每一年的代价是将近35万。我把这个叫做忠诚税。你每待在一个给你低于市场薪资的公司1年，你就缴了1年的忠诚税，而这笔税不是缴给政府，是缴给你的公司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很多声音，但是我在这里有关系，有资历，有保障。让我告诉你3个陷阱，是这些声音背后的真实面目。陷阱1 ：Counter Offer， 留才加薪的幻觉。很多人终于鼓起勇气去面试，拿到了一个外部的高薪 offer， 给了离职通知，主管突然慌了，我们可以给你加薪，你别走。突然有了预算，你接受了，留下来。这是一个陷阱。第一，你刚刚向公司证明了一件事，
你的市场价值比他们给你的高，他们没有主动给你，是因为他们不需要，直到你逼他们。第二，他们的加薪是让你不走的最低代价，不是你真正的市场价值。第三，你现在被标记了，公司知道你考虑过离开，下一次升职不会是你，下一次裁员可能会是你。大多数接受 counter offer 的人，在12个月内还是离开了，而且他们最终拿到的比当初直接接受外部 offer 更少。陷阱2：年资的幻觉。我已经在这里10年了，再撑几年就可以。可以什么？公司不会因为你待了10年就给你额外的忠诚奖金。退休金是按你的月薪计算的，你月薪越低，退休金越少。每一年的薪资差距都在累积成退休的缺口。陷阱3：舒适圈的幻觉。我怕去了新公司，文化不合，主管难搞。这个恐惧是真实的，但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：你现在愿意每年付35万来换取不需要面对这个风险吗？如果答案是否，那你应该开始行动了。现在，让我告诉你，有钱人，或者说那些财务规划做得好的人，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。他们把职涯当做一个投资组合来管理。他们问的问题不是我在这家公司安不安全，他们问的是我现在的薪资是我市场价值的几成。如果答案低于80%，他们就开始面试。这是一个非常冷静的财务决策，不是出于愤怒，不是出于不满，而是出于对自己财务状况的清醒认识。具体的策略是这样的：第一步，每2年做一次市场薪资审计，不是去找工作，是去了解你的市场价值。面试，拿到 offer， 了解数字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最有价值的信息。在台湾，你可以参考104人力银行、1111人力银行的薪资调查；在香港，参考 Robert Walters、Randstad 的年度薪资报告；在新加坡，参考 MOM 官方薪资调查、Michael Page 薪资指南。知道自己值多少钱，是每一个财务决策的起点。第二步，如果外部 offer 超过现值20%，认真考虑，不是冲动，是计算，把差距乘以5年，加上复利效果，你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财务数字。在新加坡，换工作的薪资增幅平均是12%到15%，好的年份可以到20%以上。香港的金融业换工作30%到50%的增幅并不罕见。台湾的科技业，好的实际换工作20%到40%的增幅是可能的。第三步，不要接受 counter offer， 除非薪资达到外部 offer 的水准。如果接受，确保增幅完全 match 外部 offer， 然后12个月后继续面试，因为结构性问题没有改变。第四步，把每一次换工作节省下来的薪资差距立刻投入投资，这是最重要的一步。换工作的目的不是消费升级，是财富积累的加速。每个月多出来的2万块进入指数 ETF， 让复利替你工作，这才是有钱人和普通人的真正差距，不是薪资，是薪资差距被如何使用。我知道，在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，频繁换工作的人是不稳定的人。这个观念在我们父母那个时代是有道理的。那个时代，技能是公司特定的，跳槽的信息成本很高，职涯路径是线性的。但2026年的职场完全不同了，台湾的人才市场越来越灵活，香港的企业主动抢夺有跨公司经验的人才，新加坡的 Skills Future 计划本身就是在鼓励你不断更新技能，不断转换。调查显示，在新加坡，83%的求职者换工作期望加薪超过10%，这不是一个不稳定的群体，这是一个清楚知道自己市场价值的群体。而你的父母告诉你要忠诚的公司，正在以3%的加薪和你是我们最重要的人才换取你的沉默，这不是忠诚，这是一笔交易，而且是一笔你亏本的交易。让我们快速回顾今天的核心：忠诚税是真实存在的，在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，留在原公司的年均加薪约3%，换工作的平均增幅是10%到20%，甚至更高。长期下来，差距可能超过数百万。公司对内部员工的薪资策略是让你不走的最低代价，不是你的市场价值。3个陷阱 ：counter offer 的幻觉、年资的幻觉、舒适圈的幻觉。有钱人的策略，把职涯当投资组合管理，每2年做市场薪资审计，把薪资差距投入复利增长。忠诚是一种美德，但对一家公司无条件忠诚，在财务上可能是你这辈子最贵的决定之一。最后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
你上一次了解自己的市场薪资是什么时候？不是猜测，是真正去面试，拿到 offer， 知道市场愿意付你多少。如果答案是不记得了或从来没有，那你今天就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了。把你现在的情况留在留言区。你在同一家公司待了几年？你觉得自己的薪资是市场价值的几成？我会阅读每一条留言。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重新思考了你的职涯财务策略，记得订阅财富潜意识。我们不只谈数字，我们剖析人性。感谢你收看，我们下支影片见。